天是9月7号星期日，我要去南越王墓博物馆。王墓展区位于解放北路867号，门票是10块钱人民币，是广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博物馆。现在我上来3楼，然后我应该是要去这个墓室原址，这里有一些墓室的介绍。实在是，为什么可以又狗又凉的呀？很热，但是有风，就很棒。请不要下雨。首先，我就一路走到最上面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下到赵墓的陵墓的入口。下去陵墓参观的游客是需要在前一夜半夜12点开票的时候抢到票才可以下去的，所以参观的人数是有限的，不会很拥挤。刚刚从那边下来，他是要验证，然后什么手机号，可是我的手机我也不懂要打那个国家嘛还是什么，然后他就 check 不到，但是还是给我进了，因为我有那个 booking 的什么的嘛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墓的空间算是大还是小，但的确没有想象中《盗墓笔记》里那些古代陵墓的各种机关，只有几间小小的房间。不过因为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穿越2000年而来的亡灵，所以还是觉得蛮新奇的。而且这个陵墓里除了皇帝本人，还埋葬了15个殉人的生命，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接的感受到，古代的君王离去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财富，而且还有活生生的人。这是墓室的平面图，从那个墓道下来就有东耳室、西耳室、东侧室、西侧室，然后还有主棺室。它这边就有在上面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买票的话，它这边有写这里是西侧室，这里是东侧室，然后大概那个地点这样子标出来给你看。那如果你下去的话，你就看到那些室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这样子。现在我们要走这里。然后这个博物馆它有很多无障碍通道，你看那边有一个无障碍坡道，就可以给需要的人们。展览入口，我跟你讲，我每一天都在这边找不到入口。冷气。这个地方展示的就是在刚才那个墓下面，每个耳室、每个侧室啊发现的文物、陪葬品，然后这边也有写，当时是有发现了大量的珍宝，还有15个殉人，就是有15个陪葬的人们这样子，包括那些夫人啊，还有一些演奏乐器的人，还有厨师等等的。这个墓的主人是南越国的第2代王赵默，然后他自称为文帝。这面墙下方有一个文帝史话，就是关于这个皇帝他的故事，比如讲他做了什么政治的发展，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故事这样子的。然后他有英文的版本，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游客友好 ，tourist friendly 的。这里的这些都是放大版的那些印，然后小的就是原本的就是这么小 ，tiny。就整个墓到处都是放了玉璧的。跟你们介绍我的 New Balance 鞋子真的很好穿，我每次脚痛了过后我就穿它，然后我的脚就好了，很舒服，超级赞。这个空间就是一些它的服饰用品。
除了穿衣服也有 accessories 穿搭之外，他们的剑也要有 accessories。这一整区都是组玉佩，就是有一 series 的玉佩这样子，他们戴的时候是一整个这样子一起戴的。然后这一组是文王赵默的玉佩，接下来这里全部都是他的夫人们，还有其他的训人的。这里是兵器车马。那个盖章那边哦，有10个免费章，然后有100多个收费章。那个收费章是10块吧，很便宜吧。但是哦，因为我在想，我做手账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章，我不是 purposely for 记章啊，所以我没有去盖啦。53，直接吃吗？还可以亲热解冻。我来猜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拿来 barbecue 的，它叫铜烤炉，它是铜做的，然后它是下面有轮子可以推来推去，然后这个尖尖的角这样弯起来是为了防止食物滑落。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盘，坚如磐石的那个盘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要来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就是请一位人工讲解员，就是带你们走那个博物馆。虽然一个人的话也是可以走啦，但是因为那个人工讲解才20-30块，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。是一个 Family Mart 买的菠萝包，没有脑子啊，就普通的班啊，加了1瓶咖啡才10块钱 ，No expectations 。南越王博物馆这个王宫展区就在北京路，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城隍庙。现在我要进去啦，而且刚好下雨了，下雨就是要去室内的地方嘛。等一下浏览完了，西门出口就会有这个自助机，随便插一个就可以了。随便插这一个就可以。OK。好，这个画一下就可以了。它会自动定位，有那个定位提示的。去的西边那里有个弯曲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弯曲部分水从这边流下来的时候，遇到弯曲的，这就是旋转，卷起浪花啊，这是第一个造景手法。从那边流过来，就会到这个弯月形水池，流速就会变慢，然后再流向那边。我一来到这里，它就会 detect 到，然后它就会自己播放相关的讯息。有很多那个关键柱，它是用来看从这个南越王开始。OK， 不是讲这个地上，这个地上就是南越王宫的地上嘛，然后它这样一层一层上来哦，就是每一个朝代，就是南越王过后，元代、明代、清代这样子啊，这样一层一层上来，可以当做一个指标这样子哦，哪一个是哪个朝代的图这样子。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，我换新帽子了。我刚刚在那个地下街那边，我就想我每天都戴一样的帽子不可以，然后我就去买一顶新的帽子，39块人民币哈。我到2楼啦，我刚刚在下面那边。这里是南汉国的1号宫殿遗址，你看这些青青色的一块一块哦。它下面都是那种地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这样一块一块下面都是曾经有一个柱子在这边的。我只是在重复我的耳机里面的话吧。
它那个文创馆很多，不是很多，全部的章都是要给钱才可以盖的。就算你自己带出来，也要给20块钱，19块啦，20块，差不多。反正就是要给那个钱来盖章，然后再另外要买它的东西，然后再盖别的章。反正就是，它连一个打卡章都没有，就是好像我来这里，然后你给我一个南越王博物馆的那个章，我这样盖，没有的嘞。因为我只是要打卡而已，我不是要集章，所以我有点显掉哦。但人家规则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就 follow 咯。我觉得这个语音讲解很好，就是有一点是，如果它可以附地图，然后讲要怎样走会比较好，因为我我感觉我一直在迷路当中。I'm so confused. 哦，有猫猫，嘿嘿，它啦，喵。感觉我好像走了好久的路，就是看了好多东西。怎样讲呢？就是它有很多个年代的东西，它这边有3个王宫，所以它会展示每一个地方的东西。然后其实每个地方的东西都有点类似，比如讲这边筑基石，在另外一个王宫也是有，但是它就分开来摆，就讲每一个王宫不同的故事这样啊。南越王国的地下的排水管道是用木做的。这个我想到就是以前的西雅图，他们以前也是用木作为地下水管道的。Obviously 它失败了。你还记得那个马桶，就是屎从马桶蹦回来的那个故事吗？可以去参考我的西雅图 vlog。哦，这个放哪里哦？刚才我带着那条，它还会留在我手上的，它就会掉掉，然后是要还还是怎样？之后我去了一家叫小森文房具的文创店，有超级多美丽的文具、手账本、贴纸。我给了2个想要盖章的小孩几张纸，我真是太好人了。然后这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又是看博物馆的一天。个人比较推荐王墓展区，可以下墓之余，那里的展品也是比较有趣的。然后王宫展区的话，我不推荐，但是如果要去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稍微逛，不用花太多的时间。嘿嘿。今天我的衣服是那个 Zootopia 尼克湖的衣服的颜色。今天是9月10号，然后已经是傍晚要吃晚餐的时间。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要出门的，因为下很大的雨。我住在北京路，这边有一个大的我在广州的看板，然后我都没有来拍到照片，所以我现在打算来拍照。虽然它有一点下雨，但是我还是要拍照。不要看这样拍起来好像很梦幻很浪漫这样，是不是？那个颜色，哇哦，雨天集锦。但是其实我走到很想回家。哇，我都不懂地方在哪里，问题是我都看不懂那导航了。哇！超级可爱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芒果吗？应有尽有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谐音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莲雾啊，西瓜哦 ，so cute。然后这家商场有好多密室逃脱，然后有一个密室逃脱，它外面的 cafe，Oh my god， 压头手，我惊呆了。吼吼，我在这家叫了一个 waffle ice cream， 我觉得没有很好吃，因为那天我在澳门吃那个抹茶什么的嘛，然后那家的牛奶冰淇淋是真的很好吃，我就看到有牛奶冰淇淋，我就来叫哦，然后结果有点失望啊，而且还有一直流，我真的是很逼这啊。OK， 我现在快点吃完了 ，OK， 拜拜。Last day at Guangzhou， 我现在要去泮塘古村。
哇，这高德地图一直叫我转后巷了，我都不懂哪里是哪里。最后一天的早餐，我来吃琼饭。我叫了一个三酱猪肠粉饭，它 kind of looks like 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那种猪肠饭那样子啊。然后很好笑，我刚刚拿这个筷子，那筷子在那个柜台那边，然后就不耐烦看住我，我就讲，那桌上都有啊，这个筷子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你跟我讲筷子在那里，我的 heck， 我真是无语。幸好我有拿，不然我等下还不知道回去拿，还要被他骂多一次。你要我讲实话吗？我也不知道还放了什么酱，其实他讲3酱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好像酱油酱，有一个红色应该是辣椒吧，但是我也没有吃到有辣味 yet。先拍个照先，忘记了。先给我妈看。我真的不懂吃到什么味道哎，3酱什么酱哎？但是它的猪肠粉本身是好吃的，酱没有很对我的胃口罢了。我比较习惯吃那种浓酱啊，然后这酱太水了，也没什么味道。哦，我吃完了，掏出了我的茶派，这不是那个青提乌龙，因为我买不到昨天。我是觉得青提乌龙最好。我现在在荔湾湖公园，本来我要去那个半塘古村，然后我就弯进来这里看看。虽然今天是工作日，但是这个公园还是很多那种安哥安弟、老爷爷老奶奶，然后遛娃。这个就是我自拍的日常，放个三脚架在这边，然后你就去。这里有一个我在广州泮塘想你，让我们来拍个照片吧。谢谢。这个泮塘古村，它其实是在清代的完整一个建筑群，然后就是一个住宅区来的。然后它把很多翻新啊，然后改造成文创或者是艺术类的店铺。所以就会比较多人来参观啊，然后周边其实有很多古建筑那种庙啊，还是祠堂之类的，在地图上都可以看到啊。然后我刚才吃了这个 ice cream， 我觉得是蛮不错吃的，虽然我都没有看到人家推荐，它其实蛮普通，但是还蛮便宜的，就15块2球，而且给我超大力，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。明天我要回家啦！我用珠江作为这个 vlog 的最后一个风景。天气也太好了吧！这就是我的民宿，从那里走过来就到这里了，其实很靠近的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来过，因为我一直在去别的地方。好啦，我在广州的旅程完全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我已经走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。哇，有死鱼耶！哎，我给你们看，有死鱼，看得到吗 ？Floating。来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感受啦。首先是搭地铁嘛，人家没出去，他们就挤进来，有那个安迪就挤进来哦。前面的安迪要出，然后前面安迪讲我要下车，然后挤进来安迪就讲，那你下嘛。可是他就硬挤进来，他就是挡住来的路吧。然后就是过马路，过马路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，因为这里的过马路呢，是人过马路的时候呢，会有那个脚车跟电动车这样冲过来的。我一开始超怕的，因为我怕他们撞到我嘛。可是不会，他们就超好了，他们就是这样折一下，他们就过了那个马路。我就哦，哇哦 ，OK。然后我过后我就不理啊，我就只走我的吧。反正他们撞到我的话，也是他们赔我钱嘛，是不是
OK， 我终于要来介绍我这次在广州住的青旅了。它叫和平行旅，是一个只让女生入住的青年旅馆。在广州有好几间分店，所以应该是生意不错，才会一直开新店啊。我这次住的是北京路店，最靠近的地铁站是团一大广场站，走路大概8分钟可以到，但是缺点是要爬很高的楼梯。但其实我一开始想住的是新店永庆坊那边的店，但是9月才开的啦。不过后来客服跟我讲，那边还暂时不开放给外国的游客住，所以我就只好选择北京路店。北京路这间门店的门口会有一个蜂巢柜，买的东西可以直接从这里签收，然后走上去会有2楼、3楼、4楼都是房间。我是住在3楼，所以不是特别清楚其他的楼层有什么东西啦。然后我的楼层有好几间房间，都是多人间，一间房大概20个床位。这里所有人都超级安静，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看到床外有拖鞋的话，你都不懂那边有人的，所以不会有那种吵闹到很难睡觉的情况。房间晚上的灯是不会关完的，只会调暗，但是这个床帘真的超级遮光，非常 nice。然后这个床帘关起来过后呢，可能会有一点闷，所以你可以去那个柜台拿这个小小的小米风扇，非常种草，声音很小，不会打扰到人，非常喜欢，我回来都想要买。然后回到外面这边呢，每个住客都会有一个柜子，然后上下2层，下面的空间够我放一个钟加一个小的行李箱哦。然后走到浴室，当然是公用的啦，一整天都会有打扫阿姨持续在清理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臭味的。这里有2间淋浴间，其他都是蹲厕，这点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，我比较喜欢马桶。他们的淋浴间是干湿分离2个空间，洗完澡之后穿衣服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谢谢收看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旅行了。刷咕如我第一次用这个自动 baggage drop， 就是自动托运的机器，太棒了吧！